皇上，您喝水。皇上和甄嬛相对而坐，一个看书，一个写字。玲珑仿佛侍女，从远处端来一杯茶递给皇上。这段小鸟、小狐狸、胖菊三个人相处的剧情设计，令人拍案叫绝，一举一动尽显人物的性格。不过，这段剧情最开始大家可能会关注玲珑的尴尬处境和自卑心态，但 UP 盘过好多遍后发现，原来玲珑是有自己的争宠逻辑在里面的。咱们一起细品。皇上，您喝水。皇上没抬头，敷衍地回应了一下，然后咱们观察下玲珑的心理状态。先转头打量一下甄嬛，甄嬛自顾自写字，并不理他。又看看皇上，琢磨了一下，从袖子里掏出给皇上准备的礼物。皇上，臣妾新绣了一个香囊，想献给皇上，皇上看看，可还喜欢？玲珑现阶段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甄嬛复宠后，皇上对玲珑立马态度冷淡，加上皇后 PUA 玲珑时说过，没她的时候你是一枝独秀，可有了她，你就连平分春色都做不到。玲珑从紫禁城当红炸子鸡，一下子变成了小透明，肯定是十分不甘心的。于是试图和甄嬛争一争，选择当着甄嬛的面给皇上进献她最擅长的香囊。当初投诚皇后，玲珑也是送了一支十分精致的香囊。不过玲珑送礼物态度有些卑微，语气也是怯怯的，并不能够和皇上平等交流。而甄嬛坐在皇上对面，淡定自若。这场争宠从一开始玲珑就输了。然后咱们看看老登收到礼物后的反应。皇上看看，可还喜欢？嬛嬛前几日刚给朕绣了一个香囊，朕已经配在身上了，再用一个反而累赘。老登收到礼物的反应很有意思，他连续被打断看书，稍微有一点不耐烦，然后眨眼睛思考了下。关于玲珑现在的争宠心理，老登是门儿清的。自己的心上人嬛嬛就坐在对面，别的女人向我献媚，我也不好表现得太热络，于是用手抠抠脸，想办法拒绝。这个拒绝的话术也是完全没拿玲珑当回事儿。嬛嬛给我的我已经带上了，你送的这个是个累赘。不得不再次感叹，不愧是庶出夫妇，玲珑送的高级手工香囊，这俩人谁都没要。同时，坐在对面的甄嬛听到皇上的反应，会心一笑。在甄嬛眼里，玲珑妹妹的争宠伎俩还是嫩了点。臣妾的绣工不及姐姐好呢。玲珑被拒，于是开始以退为进。你不收我的礼物，是不是嫌我的礼物不够好呀？玲珑这话虽然是套路，但是也充满着自我怀疑和不自信。其实玲珑的绣工比紫禁城全国顶级绣院里的设计师还要好，那绝对是全国数一数二的能力，完全没必要把评判自己的权利交给甄嬛，交给皇上。他知道自己的能力，自己认可自己就足够了，这样也可以活得轻松一些。怎会？妹妹绣工精巧，远在我之上。你看皇上身上所佩戴的分带、扇坠、香囊，无一不是出自妹妹之手，可见技艺精湛。甄嬛虽然心里跟玲珑生疏了，但漂亮话一句不少。她从不当众让人难堪，就像熹妃回宫后，她即使和宜修斗个你死我活，也从来不会拿她没孩子这种事情恶语重伤。这就是个人修养的境界。那是皇上不嫌弃罢了。玲珑听了甄嬛的肯定，心里舒服了不少，看向皇上，也希望皇上可以肯定自己的绣工。这个也很好，朕也很喜欢，那就让方若放在朕的寝宫。大家品品陈建斌老师这演技太绝了。他低头看着书，无奈伸出手够了一下，还没够着，叹了口气，然后拿到眼前，皱着眉打量一下，回应的话呢，语气十分无奈，仿佛像在安慰小学生。行啦，这个也很好，你没事儿就别吃醋计较啦。看了一眼又还给他了，你直接给我秘书吧，让他收下，我会好好珍藏的，放在我睡觉的房间摆起来还不行吗？甄嬛一副看热闹的心态，她明白玲珑争宠献媚的手段完全不是自己的对手。大家还记得当初浣碧当着甄嬛的面给皇上表演插荷花艺术吗？那个时候的甄嬛拖着腮帮子，满脸都是看戏的表情。现在宫里的戏看多了，甄嬛的表情也比那个时候更加淡定。臣妾笨手笨脚的，皇上不嫌弃臣妾的心意，臣妾就很满足了。皇上收下礼物，玲珑依旧唯唯诺诺，自我贬低。其实啊，老登收礼物看的不是绣工，而是送礼物的人。甄嬛刚刚帮他解决了一个非常棘手的难题，皇上正是感激他的时候，自然是在哪个山头就唱哪支歌。等他和甄嬛有裂痕的时候，自然也会觉得蓉儿你送的礼物最贴心。玲珑做事情呢，没有着眼到全局，而是盯着他有没有收我的礼物，有没有把我送的礼物放在心上，带在身上，这些小细节。
这样的想法只会让自己陷入尴尬的处境。不过不管怎样，玲珑的第一轮进攻，皇上出面算是勉强平息了。玲珑没有看透皇上的内心，以为自己得到了皇上的肯定，于是选择勇敢地留下来，发起第二轮进攻。姐姐做的这个香囊很合皇上的气度呢，倒是臣妾做的这个太小家子气了，还请皇上恕罪。玲珑上前打眼一看，哦，你身上佩戴着是姐姐之前送你的。回想了一下之前寝衣事件中，纯儿转述皇上的观点，玲珑绣的金龙出云的图案太小家子气，皇上不喜欢；姐姐绣的双龙抢珠的图案大气，符合皇上的气度。一定是这个原因，所以皇上不喜欢。说着还行了个礼，要请皇上恕罪，这其实是变相裹挟皇上。老登，你倒是说说，是不是这个原因不喜欢我的礼物呀？浣碧曾经评价玲珑一味装可怜，确实有点准确。以退为进和道德裹挟，这两招是玲珑惯用的套路。这哪里有什么小家子气啊？朕明白你的心意，又何来怪罪之说呢？皇上也是不容易，永远都要照顾所有人的情绪。就像玲珑 cos 纯元2次出道的那次，夫茶齐飞心常在，纷纷敬酒，他就要忍着丧子之痛，挨个陪酒陪笑脸。老登稍微一哄，玲珑就开心的笑了，觉得得到了皇上的支持，于是发起第3轮进攻。但老登表情却十分无语。姐姐的绣工越发好了，若是绣一个鸳鸯的香囊赠与皇上，表达女儿家的情谊更好，说不定皇上也更喜欢。玲珑这话没里藏针，暗示甄嬛个性要强，还在小产后和皇上闹脾气，缺乏小女子的柔情，还不如自己温柔，不懂得体贴尊重皇上，非常隐晦地揭开二人伤疤，挑拨离间。甄嬛和老登两个人精，自然一下就听出了玲珑的弦外之音。甄嬛头都懒得抬，心里冷笑，皇上也皱眉。鸳鸯固然好，可皇上日夜佩戴，还出入各处，不免太儿女情长了。不若以龙佩戴，更显天威。紫禁城辩论大赛冠军、后宫状元小狐狸环就没怕过谁，更何况是眼前这种小场面。于是甄嬛句句大气从容，驳斥了玲珑的观点。玲珑被噎得说不出话。至于鸳鸯香囊吗？皇上若喜欢，臣妾就再绣一个，放置4郎枕下可好？看看嬛嬛这张巧嘴，前半句驳斥了玲珑小家子气，不懂皇帝；后半句利用4郎的昵称，彰显自己和皇上的亲密关系。小女子柔情我也有啊，随便一招就够吊打你啦。你看，我和4郎是平等的，你和皇上的相处更像主仆关系哦。写什么呢？烦死了，换个话题吧。柳永的《雨霖铃》。字却好，只是柳永伤感，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太不合此情此景。玲珑伸手去接旨，甄嬛一点机会都没给他，完全拿他当空气。小鸟直接失去表情管理。拿去，挂在你寝宫床头最合适。其实皇上这幅字也是非常隐晦的回击玲珑的挑拨离间，同时安抚甄嬛。就像在蝴蝶复宠时，玲珑说希望皇上和姐姐和好如初，再无嫌隙，皇上就立刻回怼朕与嬛嬛何时有过嫌隙。甄嬛此刻自然知道皇上的用意，所以笑得很开心。而且他刚说要绣一个鸳鸯送给4郎放在卧室枕头下面，皇上立马 call back 说我给你一幅字，你挂在卧室床头正合适。两个人心意相通。当然 UP 觉得娘娘笑得这么开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看见陈建斌老师的书法实在太棒了。谢皇上。皇上与姐姐如此恩爱，当真是一段佳话。姐姐有这样好的福气，旁人是求也求不来的。玲珑恭维的话说得酸酸的，说姐姐好福气的时候，还不忘隐晦的扯到自己身上，说自己求也求不来这样的福气。其实甄嬛和皇上的感情绝对不是靠福气、运气或者祈求，而是亲密关系的经营能力。皇上快去劝和劝和，安妹妹吃醋了。嬛嬛直接用行动吊打安陵容了。你不是教我小女儿柔情吗？你来看看我这招如何？姐姐又取笑我，臣妾怎么敢对皇上和姐姐有醋意呢？蓉儿性子最谦和，就算是吃醋，
也只吃那刚酿了1个月的醋，不会酸。往右一点，往右啊，再过来一点，过来，往左一点，左再往左一点点，行吗？好，就这样。花好月圆人长久，不仅仅是皇上随手写的一幅字，而是象征着甄嬛在皇上心中的地位。甄嬛现阶段宫斗思路是积极参与政事，加速年家灭亡，与皇上玩爱情游戏，牢牢掌握住皇上的心，为自己斗倒华妃的终极目标服务。所以甄嬛十分郑重地叫上2位陪嫁侍女，自己亲自上阵指挥，把皇上的书法作品挂在床头。这幅画就只配放在我们碎玉轩，放在其他地方都不合适。浣碧这么傲娇、具有排他性的发言，说明碎玉轩团队逐渐成为后宫之中的权力中心。2.0 版本的甄嬛已经不再把皇后等其他嫔妃放在眼里。纵观《甄嬛传》，如果 UP 没有记错的话，皇上从没给其他人送过书法作品，哪怕是极爱书法的皇后也没有得到过。阿弥陀佛，皇上写1回就罢了，这要多写几回，难为我这歪脖子了。给婉平娘娘请安。你怎么这么着急进来？师傅叫奴才赶紧来请娘娘去一趟养心殿。怎么了？皇上生气了。小夏子这个紧急求助奇怪得很。皇上因为前朝的事发火，他不找画眉大臣，不找老妈太后，不找正妻皇后，却来找一个毫不相干的宠妃，这不明摆着要甄嬛干政吗？而且小夏子说这是苏培盛授意的，苏培盛这个人精会如此拎不清吗？自然不会。安比怀入狱，眉庄前来求情的时候，苏妃就句句恳切，奉劝眉庄不要干政，还明言皇上最不喜欢后宫干政。现在怎么把这么重要的红线忘了，玩命坑甄嬛？自然也不是，所以真相只有一个。苏培盛根据已知信息，揣摩圣意，知道皇上需要甄嬛出面推动一些政治决策，所以帮皇上来请甄嬛。那么皇上引诱甄嬛前来，是希望她配合自己上演哪些戏份呢？咱们一起细品。浣碧备教。哎，甄嬛有了上一次的备考经验，也不再复习什么3年干政5年出家了，直接熟门熟路赶往考场。坐轿。哎呦，娘娘您可来了！皇上发了好大的脾气，把奴才们都轰出来了。娘娘，拜托您进去好歹劝一劝，奴才们感激不尽。出什么事？苏妃还在努力表达，是我们这些奴才希望婉嫔娘娘帮忙，不是皇上引诱你过来的。就像甄嬛抓住刘本，眉庄假孕事件真相大白后，苏妃揣摩到皇上不想严惩年妃的心理，各种配合皇上演戏一样。出什么事儿了？似乎是为了敦亲王的奏章。你可知道奏章上写了什么？好像是请封的奏章。苏妃嘴上说着似乎好像，其实她天天在皇上身边，这些消息她心里门清，只是他俩都不能干政，所以选择了一种隐晦的方式透露给甄嬛。敦亲王太过人心不足了，才封了他1双儿女，转眼又要来请封。奴才也这么说呀。皇上若不肯，大可把奏章退回去。皇上从来不是性子暴躁的人啊。是啊。放肆！娘娘，皇上喝盏茶，可以平平肝火。我是来关心你身体的，可不是来干政的。你怎么不问问朕为什么生气？老登一看甄嬛这么淡定，也不主动搭腔，只好自己带起一波话题。等皇上气消了，想告诉臣妾时自然会说。你自己看看。甄嬛参政越来越自然了。上一次皇上给甄嬛看奏章是年羹尧弹劾甄远道，甄嬛还非常警觉，不敢接过奏章，说臣妾不敢干政。现在行云流水，直接接过来看。允儿竟然这样大胆！他要皇上追封他的生母温熹贵妃为贵太妃，并迁葬入先帝妃陵。温熹贵妃是先帝嫔妃，虽然早死，追封亦在情理之中。只是温熹贵妃当年死得难堪，先帝煞旨不许葬入妃陵。那皇上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先帝的颜面要往何处放？皇上要如何自处？他这分明是要置朕于不孝之地，就连先帝的颜面也不顾了。更可恶的是，
允儿才上了这封奏章，年羹尧就向朕提出要安抚后宫。年羹尧的安抚后宫指的是安抚华妃，追封太妃，重修妃陵。老石上次作天作地之后，被皇上名为加封，实则敲打加扣留人质的操作平息。但是武将的脑子对于腹黑胖菊这些弯弯绕绕的操作是完全看不懂的，只以为皇上加封贝子公主就是看中敦亲王的意思。所以年羹尧想让炙手可热的敦亲王在皇上面前多替妹妹美颜，而敦亲王呢，想着既然皇上看中，那就再给自己生母请封，不就喜上加喜了吗？他们哪知道这通操作直接把腹黑胖菊气得摔杯子了。甄嬛利用雪顶寒翠给敦亲王服进告黑状的时候，UP 就分析过，年羹尧和敦亲王确实早有勾结，但是年羹尧此时还没有造反的心思，他勾结的目的不过是心疼妹妹，想要帮年妃复宠。这也是之前宋芝和年妃对话中提到的，年羹尧要帮敦亲王得到一样东西，这样东西指的就是联合为敦亲王生母请封的事情。皇上的意思是，敦亲王和年羹尧暗中勾结。混账！哎呦，皇上息怒，别为了他们生气，若伤了自己的身子更不值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朕肯做这个不孝之子，也能对他们的暗中勾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太后怎么肯？温熹贵妃是太后的老情人，现在要追封太后讨厌的人，太后肯定要生气。这贵太妃的追称也实在不妥，宫中亲王的生母都还未加封为贵太妃，怎就轮到她一个被先帝厌弃的人了？若真允了敦亲王所言，那诸王和后宫太妃心中必有嫌隙，那前朝与后宫都将要不安稳了。看看小狐狸环这政治素养，皇上生气的只是别人会骂自己不孝，自己的大舅哥跟别人好不跟自己好，怕自己的老妈因为吃醋跟自己生气。而小狐狸环呢，直接从大局观谴责了敦亲王，指责他的要求十分不合理。当然这也是胖菊希望从一个公正客观的第三方角度听到的话，言下之意是敦亲王不懂事，真是难为皇上啦。朕若允他，必失前朝后宫的人心；若是不允，他必定怀恨在心。千番种种安抚，皆算是白费。皇上对年羹尧隐忍颇多，是否还要再忍？眼见皇上对敦亲王的不满情绪达到顶峰，甄嬛试探皇上是否打算现在砍掉年羹尧的这条臂膀。年党众多，朕若是不想再忍耐，一时之间也只有40%胜算。年羹尧不瞒朕冷落年妃已久，他步步试探，靠拢敦亲王，不外是手鼠两端各有一靠罢了。皇上把甄嬛当成政治搭子，所以交代了实话，不忍还能怎么办？我又打不过他俩，而且现在不光敦亲王为生母请封，年羹尧也不瞒我冷落他妹妹呢。你看我为了你承受多大压力呀！臣妾身处后宫，前朝之事若非事关皇上，臣妾也不敢涉及。臣妾只知道与皇上风花雪月，却不知皇上也有皇上的无奈。甄嬛走进政治漩涡，才明白了身处其中的无奈。这次她不会像之前一样迫切要求皇上现在就告死政敌，而是选择一起忍耐，这也是胖菊希望甄嬛该有的态度。帝王将相，后妃嫔御，又有哪一个不是活在自己的无奈里，各有掣肘？皇上在此刻终于感受到了当权者的无奈，发表了自己全剧为数不多反封建的言论。那为长远计，皇上也只能忍耐了。朕这个皇上做的是太窝囊了，这绝对是肺腑之言。年羹尧打了胜仗回来，胖菊请他吃饭的时候，年羹尧各种傲慢无礼，他就百般忍让，还要给他妹妹侍寝。现在就连自己小老弟的过分言行都敢怒不敢言。汉景帝为平七国之乱，不得不杀了晁错。光武帝刘秀为了复兴汉室，连自己兄长被杀也要忍耐，甚至为了稳定朝政，都不能册封自己心爱的阴丽华为皇后，只能封郭氏女。但这之后也是他们平定天下，开创盛世。大丈夫能屈能伸，皇上忍一时之痛，才能为朝政谋万世之权，并非窝囊，只是屈己为政。不得不说，
嬛嬛这段御前答辩旁征博引，有理有据，十分精彩。咱们看看胖菊的神态，从满身写满窝囊到凝神思考，再到豁然开朗，眉头舒展，找解语花甄嬛真是没找错人呀。嬛嬛，你说的话总是能叫朕心里舒坦。甄嬛说的这点道理，皇上难道不懂吗？当然不是，只是他孤家寡人一个，没人倾诉理解，需要甄嬛这样的解语花来宽慰一下。甄嬛把她心里的委屈都说出来，她也就舒坦了。不过解语花只能是甄嬛，换一个人还真不一定能够如此妥帖精准地疏解胖菊心中的愤懑。臣妾不是宽慰皇上，是实话实说。不错，朕的确要忍，可朕如何能忍下去呢？皇上开始诱导甄嬛，你有何妙计能让我不那么丢脸？那就请皇上依照敦亲王所言，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连婉嫔娘娘都劝不住，那怎么办呢，师傅？我哪知道怎么了？婉嫔娘娘都没辙。皇上，没事儿，一会儿再来收拾。那就请皇上追封温熹贵妃为贵太妃，加以封号，迁葬入先帝妃陵，同时加封宫中各位太妃，加以尊号。皇上小眼睛一眨，这是个好主意。高考每人都加100分，就相当于没加。这也是熹妃回宫后玲珑封妃，甄嬛顺势提起大封6宫用过的套路。哪有什么平白无故的成长，命运早就安排你反复练习过了。尤其是寿齐太妃为诸太妃之首，让寿齐太妃当炮灰，别人要嫉妒就去嫉妒她。熹妃回宫后大封6宫时，甄嬛就建议让皇上以端妃为尊，这也是让端妃为自己分散火力。更要为太后重以尊号，以显皇上孝义之情。重新夸一夸太后，这样她就不生气了。不错，他要追封他的生母，朕就以为太后祝祷祈求安康之名。注意，甄嬛把碎词片放在敦亲王的奏折上，这个镜头语言暗示皇上的怒气终有一天会转化成敦年 CP 的杀身之祸。为诸位太妃都加以尊号，如此前朝后宫皆无异议。这样不仅言官不会有所议论，宫中王爷太妃也会感慕皇上恩德。只是果郡王的生母舒太妃已然出家，皇上要如何安置呢？果子帮了甄嬛许多次，甄嬛私心也想回报他，所以特意提了舒太妃。老17不会在意这些。胖菊压根没把果子放心上，也侧面反映果子前期伪装得很好，皇上对他并不忌惮。果郡王虽然不会在意，只怕有些小人会因此揣度皇上轻视果郡王。不如也请皇上有意于果郡王吧。皇上驳回甄嬛的建议，这个时候最好的选择是闭口不言，但甄嬛不顾皇上，继续为果子谋福利，说明现阶段果子在甄嬛心中分量已经不轻了。这又有什么难办呢？舒太妃已经出家了，尊号是不宜再加了，朕就遥尊舒太妃为冲敬元师吧。如此，那便再无不妥了。你不愧是朕的解语花，能事事为朕留心。需要你的时候你是解语花，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干政了。皇上为天下事操劳，臣妾不懂朝政，也只能在这些小事上为皇上留心了。千里之行，基于跬步。你为朕考虑的小事，焉知不是大事？皇后娘娘驾到，皇后娘娘万安。本宫听说皇上动大气了，所以过来瞧瞧。是，可是婉嫔娘娘已经在里头了。苏妃看到皇后来了，心里慌得很。甄嬛已经在里面了，现在不能把甄嬛赶出来，那就只能赶走皇后了。哦，皇后内心受到暴击，她赶来时原本满脸忧愁，没想到甄嬛居然比自己更早得到消息，还
还顶替了自己的位置，于是脸色变了又变。皇后专属的月圆之夜曾经被甄嬛抢走，现在连安慰皇上的资格也被抢走了，这个皇后做的还有什么意思？于是又想了1000种搞死甄嬛的方法。那有劳苏公公给皇上通传一声，本宫已经来过了。内心虽然翻江倒海，但宜修依旧迅速管理好表情，展示自己不得已的贤惠。娘娘，皇上在气头上不见也好。既然婉嫔在了，皇上自然不需要本宫了，去太后那里吧。皇后去太后那里给婉嫔打小报告，所以才有了后来太后诘问婉嫔是否知罪的剧情。请皇上在广施恩德，复年妃为华妃之位。前面皇上提到过，因为皇上冷落华妃，所以年羹尧到处扑腾。导演还特意给了甄嬛思考的表情，所以甄嬛在经历影帝胖菊一连串暗示之后，终于顺应皇上心意，给出了标准答案，提出了复位华妃的建议。其实这个套路皇上之前也用过，华妃凭借娄东赋复宠那一期 UP 分析过，皇上故意安排甄嬛在养心殿外旁听皇上开会，顺势引诱甄嬛提出复宠华妃的建议，如今只不过是故技重施罢了。可能会有小伙伴疑惑，皇上虽然诱导，但甄嬛可以不提呀。其实 2.0 版本的甄嬛已经没有那么爱皇上了，从她的角度，这一招也是连接4环感情斗倒华妃的必经阶段。第一，她确认皇上对年家的忌惮，知道年氏一族一定会垮台。第二，她知道年家兄妹向来得势张狂，捧杀他们是最好的办法。第三，她知道皇上早晚会迫于政治形势恢复华妃的地位，与其等皇上开口，还不如自己提议，卖皇上一个大大的人情，让皇上心里每次面对华妃的时候，就会想起嬛嬛做出的牺牲，让皇上永远记住自己的丧子之痛，又让皇上从心底里疏远华妃。朕若负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皇上内心大受震撼，嬛嬛，你终于把朕的心里话说出来了，又如何堵众人悠悠之口？年妃和年羹尧一样，一旦得意放松，才会有过失可循。何况只有他复位，年氏一族才会真正放松。因为年妃失宠，年羹尧犹如惊弓之鸟一般到处扑腾，事事警觉，反而不如以前好对付。皇上为国大事可以忍耐，臣妾也可以为了皇上忍耐。偏偏老登这个肢体语言，靠在椅子上伸出手，让甄嬛自己走过来。甄嬛抓住刘本，皇上疑心他串假供的时候，还会自己站起来走过来拉甄嬛的手，现在是越来越敷衍了。这样是委屈你啊。臣妾不会觉得委屈，只要是为了皇上，臣妾会尽心忍让年妃的。好，嬛嬛，咱们的孩子没了，是朕对不住你。不过你放心，朕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这段追封敦亲王生母、复位华妃的剧情，看似是甄嬛主导，实则是老登以退为进，步步引诱甄嬛说出自己心中所想。皇上告诉甄嬛这些事，还让她出主意，一方面又鼓动甄嬛对抗华妃的意图。如此一来，就不是皇上对抗年家了，而是甄家对抗年家，年家针对甄家，皇上坐收渔翁之利。另一方面，有些主意不是皇上想不出，而是有些狠心绝情或者龌龊的主意，皇上作为一国之君的形象不能受影响，所以有些话得别人来说，比如选择昭贵公主远嫁和亲，比如扣留敦亲王女儿进宫做人质，这些建议都有些不近人情，所以需要别人揣摩上意来背这口黑锅。皇上再假装不忍心，勉为其难的同意，昭贵公主和敦亲王要怪就去怪出主意的人吧。后来年家处理完了，甄家的作用也就结束了，这个时候皇上就不需要甄嬛来插手政事了。可是甄嬛并没有意识到。说回剧情，皇上在对甄嬛信誓旦旦承诺要还甄嬛和孩子一个公道的时候，皇上是不是真的对华妃那么深恶痛绝，恨不得分分钟杀了她呢？娘娘，娘娘，哎呦，娘娘，皇上已经到义宫宫外了，娘娘快接驾吧。华姐失宠半年，大多数时间都在摆烂，用意念盼望皇上来，但没想到胖菊不负有心人，还真把皇上盼来了。
上期咱们分析过，宠妹狂魔年羹尧联合敦亲王步步紧逼，要求皇上安抚年妃。腹黑胖菊呢，巧设计谋摆平了甄嬛，才敢大步踏进翊坤宫。顺便夸一夸周宁海这一摔，前有小影子漂移，后有周宁海蹦迪，《甄嬛传》全员都是高水平演技。那么分手半年，皇上还爱华妃吗？华妃经历漫长的 PUA， 爱情观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咱们一起细品。老登阴着一张脸，踩着不情不愿的步伐进来了，揣着手凝视跪在自己面前的石兰。起来吧。没有伸手扶他，没有问候，语气冷淡的让他自己起来。谢皇上。没有对视，绕过他，直接坐下了。不知该如何开口，于是用手烤火。华妃眼睛却蓄满了泪水。朕来了，你不高兴？自己不表态，却反问对方，渣男。臣妾高兴。朕许久没有来看你了。臣妾还以为皇上再也不会来。朕是生你的气，忍着，不愿意来见你。满嘴谎话，渣男。甄嬛小产后，他先是因为甄嬛伤心了几天，然后就找了新的 UP 主安陵容，每天投币点赞，不亦乐乎。等看完甄嬛蝴蝶复宠的表演后，又重新粉上了甄嬛，取关了安陵容，每天和甄嬛风花雪月，从来没有想过华妃。可是明日，朕记得明日是你当年入王府的日子。皇上，华姐被渣男2句话就骗得哭了出来。年家特有的耿直基因，导致兄妹俩被这个心机 boy 玩弄于股掌之间。浣碧，你听，外头的雪化了。果真呢，小主的耳力真好。甄嬛也雪化了，类比皇上和华妃冰释前嫌。浣碧夸小主耳力好，就像熹妃回宫后，果子担心甄嬛像风筝一样危机四伏。浣碧说：“原来王爷喜欢看风筝。”春天到了，自然什么霜雪都能化解。皇上去翊坤宫，小主你不生气吗？我今日才知道，原来当皇上也有这么多为难和不得已。既然我与皇上都有为难，又何必要彼此为难呢？只是皇上一去年妃那里，怕年妃又会成为小主的大敌呢。若是有我一人之敌，我自然没有办法。可是我若与皇上一条心，那么我的敌人也会是皇上的敌人。甄嬛的这个想法对也不对，她可以利用皇上动年妃，但她以为皇上和自己一条心，就大错特错了。皇上心里最重要的是皇权，不是爱情。他对甄家好，也只不过是利用他们斗年家，年家倒了，皇上也就不再需要甄家了。所以说，打工人不需要共情资本家。皇后娘娘请用茶。昨晚华妃复宠，甄嬛第2天特意早早来到景仁宫跟皇后娘娘套词。如今3足鼎立的局面，只有联合一方先斗倒另一方，自己才有胜算。所以接下来2个人开始互相试探。昨天都睡得好吗？昨天皇上去了翊坤宫，你有没有气得整晚睡不着觉呀？还好，我还好，我心大。本宫昨夜听到雪化的声音，滴答答响了一夜。娘娘没睡好吗？本宫只怕后宫的人昨夜都没睡好吧。年妃娘娘到！大家看年妃娘娘这小身段，这小表情，她踩着魔鬼的步伐又杀回来了。皇后展示自己被迫营业的职业微笑。皇后娘娘万福金安。赐座。年妃娘娘吉祥。
甄嬛规规矩矩行礼，她肯对此敌如此顺从，无非是以为皇上跟自己一条心，希望通过做小伏低来降低对方的防御心理。起来吧。谢娘娘。婉嫔，好久不见了。臣妾也是这样觉得。不过本宫倒是无时无刻不想到你，虽然许久不见，却像是日日都见。比起皇后，华姐显然更恨甄嬛，她不会权衡利弊，只恨她抢走了自己的宠爱。昨日臣妾去见皇上，皇上也是这样想念娘娘的。甄嬛不愧是后宫状元，面对华姐的起脸输出，她选择不正面回答问题，而是转头和皇后对话。皇后呢，看他俩吵架，满脸坏笑，不亦乐乎。不过甄嬛表面看似恭维华姐，其实绵里藏针，一是暗示皇上和我可比你亲密多了，他什么时候想谁都愿意跟我分享；二是暗示皇上对你的思念和你对我的思念差不多的水平，你猜猜他能有多思念你呢？你倒是皇上肚子里的蛔虫，什么都知道。华姐显然没听懂。臣妾不敢，不过皇上想念娘娘，宫中人尽皆知。甄嬛的回答滴水不漏，表面意思是说，我可没有揣测圣意，是皇上对你的心日月可见，振聋发聩，所以后宫每个人都知道。背后的意思是在阴阳，后宫这么多恨你的人，看看大家如何联合起来扳倒你。倒承你吉言了。华姐依旧没听懂，被恭维的说不出话，只好谢谢你。年妃，皇上一早让人选了些贡品送到你宫里去了，你可还喜欢吗？皇后特意提起皇上对华姐的好，试图刺激一下甄嬛。只要是皇上选的，臣妾都喜欢。喜欢就好。这许久不见你出来，都觉得疏远了。以后要常来本宫宫里面坐坐才好。那是自然的，只要皇后娘娘不嫌烦。挑拨完之后，转头偷瞄甄嬛脸色，这是皇后比较喜欢的局面，挑拨离间，互相制衡。皇上驾到！皇上，皇上日日到臣妾这儿来，不嫌臣妾这儿的菜腻味吗？从前你从不这样问。这就是渣男的套路。华姐被 PUA 的十分没有安全感，问这句话是想听到肯定的答复，结果渣男反过来质问你：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了？你让我好累啊！我不喜欢天天说这些。臣妾害怕。那朕走了，你便不问了。一招以退为进，让对方不再敢追问。皇上，越发会胡思乱想了。不正面回答问题，反过来把你定义为胡思乱想。跟朕说说，都准备了些什么好吃的？然后转移话题，懒得提供情绪价值。皇上看了就知道了。臣妾知道娘娘从不用香，但不知娘娘为何不用香。皇上天天去找华姐，甄嬛和皇后两个人都很闲，所以甄嬛伴着温馨的 BGM 又来和皇后套词了。她此行的目的有二，突然问及香料就是目的之一。她想试探皇后不用香料是否是因为知道欢宜香害人的事情。甄嬛自从发现皇后假装头风演戏后，对母仪天下的皇后娘娘不再是下位者对上位者心悦诚服的顺从，她开始试探皇后的立场和态度。是女人哪有不爱香的？本宫是想按皇上的旨意，能够节省些香料银子。只是再怎么节省，旁人一看到年妃所用的欢宜香如此贵重，就会有所怨言，怪本宫苛刻，所以只好本宫一人不用罢了。皇后先发表了一通贤良淑德的言论，直指华妃奢侈，然后故意提到华妃的欢宜香。两个人现在的心态是，甄嬛以为自己小产是因为欢宜香，皇后知道甄嬛以为自己小产是因为欢宜香，但甄嬛不知道皇后知道甄嬛以为自己小产是因为欢宜香，所以皇后特意点一下华妃的欢宜香，刺痛甄嬛。甄嬛听到这话也确实有被刺到。不过上次两人聊起香料，是甄嬛刚刚侍寝觐见皇后那次，皇后提到自己不喜欢用香是因为嫌弃香料俗气，不如瓜果清香。两次的答案截然不同，皇后也不小心暴露了自己前后不一的腹黑本质。娘娘慈心，皇上必能体会娘娘一番苦心。甄嬛顺着皇后的话称赞，剧情并没有交代她是否推测出皇后了解欢宜香的秘密。那么屏幕前的小伙伴，你们觉得聪明如嬛嬛猜出了实情吗？
杯水车薪罢了。皇后娘娘吉祥，婉嫔娘娘吉祥。起来吧。奉皇上旨意，小于6宫，复年妃为华妃，钦此。注意，华子在降位分之前是华贵妃，现在皇上虽然嘴上说着要复位，但只是恢复了封号。知道了，你退吧。甄嬛在偷偷观察皇后的反应，这是甄嬛此行的第2个目的。她大概知道皇上今天会宣布复位华妃的旨意，所以提前来皇后宫中等着，试探下皇后对复位华妃的态度。你看，说来就来了。皇后早在几天前，皇上去看华妃时就做足了心理建设，知道华妃迟早有一天会复位，所以现在表现得异常平静。即使夜晚头风发作，内心翻江倒海，也绝对不能在对手面前跌范儿。娘娘不觉得意外吗？甄嬛再次试探。迟早的事罢了，就好像春天一到，花一定会开，只是开得太碍眼了，不要也罢了。甄嬛嘴角微微一笑，皇后这句话的态度已经非常明显了。恭喜娘娘，贺喜娘娘。起来吧。等了这么久，终于等到今日了。娘娘日夜思念皇上，诚心可见。皇上终于感知，又重新厚待娘娘了。也不知是不是这样。你说是不是像你们所说，皇上又重新厚待本宫了？当然了，娘娘一封一封的书折上去，别说是皇上，就是奴才看了都不禁动容了。娘娘对皇上真心一片，皇上不会不知道的。当时流言如沸，也不过是为了平息误意，才不得不冷落娘娘。娘娘现在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华姐身边除了曹贵人，就没有智力担当了。所以当曹贵人反水，宋芝和周宁海只会顺着华姐的脾气哄她开心，不会也不敢认真分析皇上的态度和宫中的局势，因为在他们眼里，华妃生气可比皇上生气可怕多了。如今不知怎么的，心里总是患得患失。跟了皇上这么多年，倒觉得越发看不透的了。别的看不透，那皇上对娘娘的好，那是看得透透的。把圣旨好好收起来，贵妃不贵妃的，本宫都不在意。只要皇上心里有本宫就好。皇上只恢复了华妃的封号，没有恢复她心心念念的贵妃之位。华子嘴上说着不在意，其实难掩失望之情，只是自己现在心里实在没底，不敢再去争这些名分了。华姐现在的心态，不免让人联想到《甄嬛传》刚开始时，皇上来翊坤宫，华妃非但不迎接，还让宋芝往外赶，霸气喊话：今儿要是走了，以后就别进翊坤宫的门。今天的华姐经历了漫长的 PUA， 早已不是那个掌握爱情主动权的华妃娘娘了。她变得不自信，患得患失，曲意逢迎。她仍旧爱着皇上，却预感到这份爱越来越远，越来越无法掌握。她不懂朝政，也看不懂皇上的心。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紫禁城最近频频有大事发生，甄嬛凭借蝴蝶复宠在后宫搅弄风云，华妃又在雪化之时重回巅峰，两大宠妃接连翻盘，刚刚消停几个月的后宫又要风起云涌了。所以这个时候太后和皇后出手了。计划的第一步就是安排玲珑到眉庄面前发射一招挑拨离间。这是今年的新茶，姐姐尝尝看味道如何。今时不同往日，刚入宫时红极一时的眉庄，如今连新茶都喝不上了，还是被完璧归赵的玲珑拿来了新茶。话说回来，蝴蝶复宠后的甄嬛全身心投入政治事业，眉环已经许久没有甜蜜互动了，也就是这个节骨眼，敌人有了可乘之机。味道很好，难为你还想着。眉庄自从假孕事件落魄后，玲珑一次都没有踏进过村居堂，就好比一个多年不联系你的闺蜜，突然有一天给你发微信，准没好事儿。所以眉庄的态度十分冷淡。最近少见姐姐在皇上跟前走动，所以惦记着，特地来看看姐姐。春困秋乏，我这个人本来就不爱热闹。
梅姐姐早就跳出紫禁城的主流生活了，不追求什么职级封号、领导器重、月薪福利，但人人见了还都要问一嘴：“哎，你怎么不卷了？”问得她十分心烦。听闻姐姐幸得太后宠爱，日日在寿康宫，实在辛苦。是太后不嫌弃我愚笨罢了。玲珑接连问的几个问题都不像是在关心好姐妹，感觉更像在探听消息、打听八卦。眉庄直接开启机器式答复，连正眼也懒得看一眼玲珑。姐姐有太后眷顾，自然可以高枕无忧，不像妹妹，却是食不下咽。玲珑酸言酸语，眉庄直接开始翻白眼，也不怪梅姐姐无语。梅姐姐气度高雅，平日里和甄嬛也都是君子之交，他们之间从来不会这样聊天。玲珑上来先是略带炫耀，你看这是今年的新茶，然后各种打听，你现在怎么不争宠了？你为啥天天围着太后转？然后抱怨，哎，好吧，你现在有其他靠山了，不像我啊，现在混得差得要命，每天烦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啊。言语间还有些挑拨离间的嫌疑。我们俩现在都不得宠，那谁得宠呢？答案自然不言而喻。怎么会呢？什么事都有皇上替你做主啊。可偏偏是皇上下旨复位华妃。我一想到从前华妃种种欺凌践踏，就吓得晚上睡不着觉。华妃复位，看来皇上是忘了环儿的失子之痛了，真叫人寒心呐。华妃从没把玲珑放在眼里，只是半夜把她叫来当乐伎取乐。甄嬛还全程保驾护航，而眉庄绝对是彻彻底底经历了曹琴墨职业生涯精心设计的最强计谋，被陷害坐了半年牢，直接把三观整碎了。要说两个人谁从华妃那里受到的伤害更大，那自然是眉庄。然而提到华妃复位，梅姐姐首先共情了甄嬛，玲珑最先考虑了自身处境，哪个是亲闺蜜一目了然。我们从前的种种功夫都算是白费了。皇上跟前我插不上话，但是妹妹不一样啊，只要能得皇上的宠爱，什么话皇上都爱听的。梅姐姐鉴别绿茶的功夫一流，你不挺能争宠的吗？皇上要复位华妃，你倒是劝呀，跑我这儿来瞎逼逼啥？姐姐是怪我吗？跟抓住刘本皇上来看眉庄的时候一样，梅姐姐一个劲儿的白眼伺候。惠贵人错怪小主了，不是小主不劝皇上，而是婉嫔娘娘劝皇上复位华妃。前面那些都是铺垫，这才是她来看眉庄的真实目的。胡说什么？奴婢不敢，奴婢也是听小夏子说起来才知道的。你没有听错吗？玲珑一边偷瞄眉庄表情，一边暗示宝娟继续说：“小夏子是御前伺候的人，不会有错。”姐姐，婉姐姐怎么会如此？外头的闲言闲语做不得数的，皇儿最恨华妃，她不会如此。可是上一次也是婉姐姐劝皇上去见华妃的。好了，皇儿有话自然会跟我说，没有和我说就是没有做过。咱们也用不着听这些闲言闲语。眉庄对玲珑的厌恶之情溢出屏幕，她平时坦坦荡荡，十分看不上这种背后告小状的行为。而且我和环儿从小一起长大，轮得到外人来传话吗？时候不早了，我要去看望太后，就不留妹妹了。那妹妹先走了。小主，安贵人说的有鼻子有眼，恐怕未必是空穴来风。我知道，所以必得问了皇儿才明白。若真是她劝皇上复位华妃，那也不算是我的好姐妹了。可是我总觉得她不至如此。玲珑成功在眉庄心里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那么怎样能够把这个怀疑的种子发挥到最大效果呢？就像玲珑后面说的，起了疑心之后又被证实，最让人生气。所以玲珑的这步棋只是离间眉环关系的第一步，真正的王炸是接下来太后的操作。咱们接着看。玲珑刚跟眉庄告完状，太后不给他们自己化解的机会，立刻选择在自己喝药、眉庄事后在侧的时候把甄嬛叫来，实施离间眉环的第二步。注意看，甄嬛的神情略显惶恐，进门先观察太后脸色。太后看见甄嬛也没个好脸。臣妾给太后请安，太后万福金安。起来说话吧。
谢太后。坐着说吧。有些日子没好好的跟你说话了。最近都忙着什么呢？太后看甄嬛就像班主任看学生，她心里想什么自己门儿清。臣妾无事可忙，左不过是打发时间而已。那就说说怎么打发时间的事情，哀家听着也解解乏。最近做了什么坏事啊？给你个机会老实交代。内务府给御花园里送了2只仙鹤，长得挺漂亮的，和园子里原来那2只梅花鹿凑在一块儿，正应了鹿鹤长春的景儿。这药好苦啊，喝的人舌头都木了。太后听婉嫔在这跟自己玩花活，直接冷哼一声，不理甄嬛，转头向竹溪抱怨药苦。一是意在讽刺甄嬛的话自己不爱听，二是想要把梅姐姐 Q 出来，好演出后面的好戏。太后，太后，这是新制的山楂，酸甜开胃的。您刚喝了药，用这个是最好不过了。还是你这个孩子有孝心。这是典型的隐形攻击，你有孝心，对面那个没孝心。果然不错。太后喜欢就好了。臣妾是想着这药极苦，若食极甜之物，口中反而难受，不若酸甜来得可口一些。梅姐姐在侍奉太后上面没少下功夫，方方面面都十分体贴。此前梅姐姐跑来给太后捶腿，太后就夸赞她手上有点功夫。演员都就位了，太后开始表演。接下来这段出轨3人组的对手戏，甄嬛是如何应对太后的诘问并不重要，我们要着重从眉庄的心理状态去分析，才能明白为什么太后可以这么稳准狠的离间2人关系。婉嫔，你可知罪？臣妾惶恐不知，还请太后明示。你好大的胆子，竟敢以妃嫔之身干预朝政！太后，哀家梅姐姐真的很关心嬛儿，听到干政这么严重的罪名，端着山楂差点飞出去。哀家问他呢，你慌张什么？臣妾不知太后为何要这样说，可是臣妾实在不敢犯这样的死罪。哀家准你自己说，追封太妃一事，你有多少参与其中？太后质问追封太妃的事儿，是说给眉庄听的。她本人并没有那么在乎甄嬛如何回答，她的主要目的是要让眉庄了解自己的好姐妹参与政治、暗中操作的能力，给眉庄去理解甄嬛劝谏皇帝复位华妃打个样。如太后所料，眉庄听到这个问题，看向了甄嬛。她没有想到自己的好姐妹居然开始干政，而且这也不是她第一次发现甄嬛关心政治。早在甄嬛刚刚复出，2个人坐在一起封福包的时候，小允子就曾经来报告敦亲王殴打言官的事情。梅姐姐那个时候就十分好奇地看向甄嬛，她不明白嬛儿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心前朝的事情了。太后明鉴，臣妾再年轻不懂事，也知道后宫不得干政。皇上是圣明之君，追封太妃之事心中早有决断，其实臣妾可以左右。臣妾愚昧，以为追封太妃是后宫之事，才敢略说1、2句话。若说朝政，是绝不敢有丝毫沾染的。纵使你无异于朝政大事，你敢说这件事中你没有半点私心？臣妾不敢欺瞒太后。皇上是一国之君，总忧心于朝政废寝忘食。臣妾得幸于皇上，能够侍奉左右。若有私心，也是希望皇上能够万岁平安，臣妾也能得以眷顾，平安终老。这点私心，后宫哪个嫔妃没有？也罢，起来吧。后宫状元虽然巧舌如簧，但是这个破理由真的能够糊弄过上届宫斗冠军吗？反正 UP 是没被说服，但偏偏太后就让他起来了。这里可以再次说明，太后并不关心他是怎么回答的。太后主要是想要告诉眉庄，她已经不是你昔日的姐妹了。她开始在紫禁城搅弄风云，追名逐利。追封太妃她可以干涉，后面复位华妃的主意就更可能是她的主张了。谢太后。
你的私心，人人都是一样的。有了皇帝，才有你们。皇帝在，这后宫里，不管是得宠的或者是失宠的，终究还有个指望，还有个盼头。如果皇帝不在了，皇后自然是没说的，贵为太后。就像曹贵人，她起码还有个女儿可以依靠。可是像你和梅儿这些没有孩子的，尽管眼下风光，只怕晚景凄凉。说穿了，不过是在等死罢了。所以你们能指望的，也只有皇帝一人。太后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甄嬛干政是想要实现自己的私心，然后又借由私心这一话题发散引申到后宫嫔妃的生存。太后非常了解眉庄的正直性格，所以故意在此时的话语中埋下一颗引线，引导眉庄以为甄嬛是为了贪图某种好处才请求皇上复位华妃的。所以后来甄嬛单独来找眉庄解释，眉庄的反应是，莫不是你见年羹尧势强，要以华妃去讨好他们？听皇帝说，华妃尽早复位一事是你的主意。做了许多铺垫，太后终于进入正题。是，你倒肯吗？甄嬛偷瞄了一眼眉庄，她知道这事儿会让眉庄生气，但面对太后又不敢撒谎，只好先糊弄过太后，再去让眉庄解释。眉庄满脸都是失望，她原本对好姐妹坚信不疑，没想到她背着自己暗中操作了这么多，之前有多么信任，现在就有多失望。太后英明，太后适才说，有人要逆天而行。臣妾虽然愚钝，却也明白太后所指，恳请太后明鉴。局势之下，前朝要安抚人心，后宫也要。臣妾不能为了一己私怨而干扰国事大局。这件事情总得有人受委屈，臣妾情愿自己受这个委屈。好孩子，哀家不料你有这样的心气，难怪皇帝偏疼你，准你入御书房陪伴。甄嬛这一通话术是站在太后统治者角度去解释的，所以太后听了立马变得和颜悦色，开始称赞。但是她看过这么多尔虞我诈，未必看不出甄嬛的小九九。站在太后的立场，她看到甄嬛干政，并不能一竿子打死，她需要利用甄嬛来斗倒华妃。下属肯定是各有所图，而领导要做的是平衡各方势力，恩威并施，最终达成自己的目的。太后言重了，臣妾不敢承受。哀家原本听皇后说，这里实锤了，就是皇后来找太后告状，说甄嬛在御书房干政。太后透露这个消息，UP觉得可能是想要警示甄嬛，你超越本分会引发他人不满，但是甄嬛走神了，没听到。你在御书房陪伴皇帝甚是妥当。梅姐姐又气得高血压了。哀家是不放心，御书房岂是后妃能够擅入之处？你又一向是个聪明伶俐的，若这聪明没有用在正途，或是一味怂恿皇帝按照一己的好恶来处理国事，或者用人刑罚，成为国之祸水，哀家断断不会容你。太后称赞完，开始敲打聪明伶俐这个词儿，明褒实贬，暗示甄嬛有主意，能搞事情。当权者一向不喜欢太聪明的下属。臣妾不敢。好好服侍皇帝，早日有个一男半女的便是更好。多谢太后。梅儿的性子沉稳持重，你呢，机灵慧敏。纯元皇后过世后，皇帝身边总没有一个可心得力的人。太后特意提到纯元皇后，也在为婉婉泪卿事件埋下伏笔。你们如果可以尽心尽力侍奉在侧，皇帝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这段话绝对是太后的王炸。她嘴上说着让眉庄和甄嬛一同侍奉皇上，其实是在把两个人放在一起对比。她明知道甄嬛才是皇上身边的可心人，眉庄并不得宠。一句话不动声色，让眉庄意识到自己与好姐妹的差距，成功勾起眉庄内心的攀比心。
这其实也不怪眉庄气量狭小，而是太后实在太厉害。从后面的剧情也可以看出，太后的挑拨非常成功。甄嬛单独去找眉庄解释时，眉庄一句都没听进去，反而失落地感慨道：“我知道自己不如你，貌也逊色，便利益博一个温婉贤良。如今我看着你，总觉得自己和你差好多，你样样都是得意的了，可是我却什么都没有。”等等。甄嬛劝皇帝复位只是导火索，太后利用这根引线，轻而易举地把眉庄内心的那种脆弱、猜疑和自卑给勾出来了。不在乎的时候怎么都好，一旦内心的对比和怀疑被勾出来，就很难按下去了，这是人性的规律。太后太过于抬举臣妾了。哀家午睡的时间到了，你们且去随便逛逛吧。太后一看挑拨的差不多了，先把眉庄打发走。这里咱们分析一下太后和皇后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费尽心机挑拨甄嬛和眉庄的关系。首先，太后和皇后一直都在防范后宫小团体。甄嬛刚入宫时装病，眉庄得宠的时候，皇后就派简秋前来挑拨，说什么婉常在病啦，倒让沈贵人占得先机。甄嬛有孕后，太后又赏赐给甄嬛那只代表眉庄假孕的耻辱簪子，来恶心眉嬛。当然，之前的这些挑拨都是小打小闹，而这次的离间却是太后和皇后精心策划的。而且太后稍稍一出手，就是眉嬛完全无法应对的大招。现在的后宫局势，华妃复位，甄嬛和华妃迎来了最后的对决时刻。皇帝对甄嬛和甄家倚仗越来越多，这直接激发了皇后的危机感。之前皇上因为朝政动气，都是皇后在身边陪着，如今甄嬛取而代之。而且甄嬛最近的一系列行为，比如下封复查、劝谏皇上等能力，都让皇后和太后看到了甄家对乌雅氏和乌拉那拉家族的威胁。所以这次不仅是皇后，太后也选择了出手，防患于未然，这是上位者的思维方式。在甄嬛不遗余力去搞华妃的时候，皇后和太后也在琢磨着如何削弱甄嬛的势力，防止她日后搞垮华妃之后一家独大。正如皇后所言，皇上要宠谁都可以，只是如华妃一般的不能再有第二个了。臣妾告退。婉嫔，甄嬛想去找眉庄解释，太后却故意拖着她。还是那句话，太后看眉庄和甄嬛就像年级主任看学生，他俩在眼皮下面搞什么小动作，太后一清二楚。古语说女子无才便是德，哀家觉得不通。可是太有才了，也会有薄命之险，太可惜了。太后一直不喜欢甄嬛，一来长得像纯元，二来太聪明，所以选秀的时候就百般为难。她的观点是，皇上身边不需要专宠的，后宫嫔妃是为皇上绵延子嗣，不需要读很多书，能够识字通情达理就可以了。有才而知进退，福慧双修，这才难得。这后宫里虽说你们只是一介女流，却是个女人一哭一笑都能引发前朝风吹草动的地方。自己的一言一行，谨慎着吧。是。梅姐姐呢？带着宫女到小厨房去了，大概是给太后做点心去了吧。生气的梅姐姐比泥鳅还难抓。甄嬛原本满脸愁容，听到眉庄去给太后做点心，很宠溺的笑了。这个笑容大概是在想，梅姐姐真会讨太后欢心，太后确实很喜欢她，梅姐姐真聪明。怕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了，我们先回去吧。江南可采莲。到了晚上，玲珑边绣花边开心的唱歌。她知道太后和皇后都在离间眉嬛感情，所以心里贼爽。小主，说。玲珑现在对待宝娟的态度变得十分傲慢。真正有实力的上位者是虚怀若谷、待下宽和的。比较明显的对比是，流珠挂字画的时候，甄嬛还会帮她揉脖子。今日午后，奴婢见惠贵人气冲冲从寿康宫出来，过不多久，婉嫔也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惠贵人得罪了太后呢？宝娟故意说错，留给玲珑发挥空间。得罪太后，惠贵人怎么会生气？让惠贵人如此生气的，无非是她知道是婉嫔让皇上复位华妃的事。上次小主跟惠贵人这样说，
他还偏不信。我说的他未必全然不信，凡事只有在起了疑心之后，事情又被证实，才会如此生气。玲珑的话侧面印证他是知道太后离间计划的，太后的身份是不可能直接和玲珑商讨计划的，玲珑的信息来源只可能是皇后，所以剧情最后隐晦地交代了离间梅环的计划是皇后和太后的手笔。我倒想看看她平日里与婉嫔情同姐妹，是否真能深信不疑，彼此全无嫌隙。姐姐，你是真要与我生分了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没有生分不生分这一说。上期咱们分析过，太后和皇后为了制衡后宫，防止甄嬛斗垮华妃后一家独大，选择提前防范，削减甄嬛团队的力量。前有玲珑挑拨，后有太后王炸，导致了全剧唯一一次梅环闹掰。很多小伙伴可能会疑惑，甄嬛单独来找眉庄已经解释的那么清楚了，曹贵人也看出华妃复位只是昙花一现，为什么梅姐姐突然不明事理起来？本期我们一起分析下眉庄到底为什么一定要和甄嬛闹掰，她生气的底层逻辑到底是什么？温大人近日走得匆忙，连茶都没喝呢。心上人诊脉环节是梅姐姐每天最开心的时刻，可是今天的温实初却没有像往常一样喝口茶聊会儿天，诊完脉就急着离开。眉庄十分不舍，一边送出来一边还在挽留。有劳小主挪动玉步了，只是婉嫔娘娘的药还在煨着，怕那些小太监们不好好看着，过了时辰失了药性。婉嫔病了吗？虽然闹矛盾了，但听到甄嬛喝药，还是立马皱眉担心，假装不在意的询问。那倒不是，是婉嫔娘娘敷脸的神仙玉女粉。那些小太监们粗手笨脚的，免不得微臣要去盯着。我倒是什么呢？只是这时候婉嫔颇得盛意，有雨露之恩，自然不必费心用什么神仙玉女粉了。何况婉嫔如今炙手可热，宫里的门槛都要被踩破，我这个做姐姐的尚且要避一避嫌，大人倒是要去急着锦上添花了。好你个万年老备胎，甄嬛上赶着去帮炙手可热的年家求复位，你上赶着去帮当红的甄嬛做面膜，你们可真是一路人啊。小主，您何出此言呢？温实初笨嘴拙舌，被骂得狗血淋头，只能怨自己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真水逆呀。不过温太医对甄嬛好又不是一天两天了，眉庄早就知道了，今天对温实初一顿冷嘲热讽，火力全开，主要还是因为生甄嬛的气，迁怒了温太医。我近来脾气不好，冲撞大人了，只不过我也是白说一句罢了。锦上添花无人记，雪中送炭情意深呐。大人，这个道理你应当明白吧？梅姐姐之前告诉自己要克制，可是终于按捺不住心中的情意，开始隐晦表白。你现在跑去给管嫔锦上添花，人家不会记得。你雪中送炭照顾我的情谊，我会永远记得的。这研制医药本是微臣的本分，正如微臣也潜心的为小主请脉取药一般。微臣并不介意锦上添花，只是真心的希望，无论小主也好，婉嫔娘娘也好，永无轮到微臣雪中送炭的一日。但愿温大人待我和婉妹妹一视同仁，多加照拂，不要分了彼此才好。婉嫔小主和小主皆是微臣需要照拂玉体之人，微臣心中别无他念。眉庄被隐晦的拒绝了，伤心。才愿去送一送大人。是。大人慢走。